当夜幕降临，数辆物流公司的集装箱式货车悄悄驶入杜克矿业。这些车辆是从卡萨布兰卡方向驶来，每一辆车都拉开了10分钟左右的间距。车辆在抵达杜克矿业之后，在此等候的死士家属们便开始按照划分好的队列开始登车。由于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所有人只能暂时委屈地挤在集装箱内。不过好在路途并不算远，最多2个小时就能抵达。万破军也随着第一辆货车抵达了杜克矿业。见到叶晨，他双手抱拳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食品厂那边都已经安顿好，今晚过去的这些人也都已经做好接收准备了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那边的食物和日用品准备充足吗？”“充足。”万破军道。李探长考虑周全，我们从卡萨布兰卡过来的时候，还特地采购了一批食物，未来几天的生活垃圾也已经选好了处理地点，届时撤离之后不会留下任何线索，到时候任谁都看不出食品厂曾经生活过几千上万人。说着，万破军又道：“对了，叶先生，李探长让我们从杜克矿业装些饮用水过去，他说如果这几天食品厂的自来水消耗量太大，也会有些隐患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李探长心思属实缜密，一会儿我让人吩咐下去，让他们准备一些饮用水随车运走。”万破军接着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李探长还让我帮忙采集一些肖奇卫的面部以及身材特征，然后交给 AI 生成视频。”叶晨点了点头。李亚林打算伪造出一部分肖奇卫通过港口逃走的假象来混淆视听，人物效果自然是越贴合实际越好。只要有这些人详细的体貌特征，就可以做到难辨真假。随后，叶晨指着身边的宋如玉，对万破军说道：“破军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宋如玉，宋小姐。”说罢，他又对宋如玉说道：“宋小姐，这位是万隆店的店主万破军。”万破军非常客气地对宋如玉说道：“宋小姐你好。”宋如玉有些惊讶，她没想到这个对叶晨毕恭毕敬的男人竟然是万隆店的店主。万隆店的情况他之前有过耳闻，实力与破青会虽然差了很远，但在雇佣兵领域实力仅次于黑水，也算是很强大的一股势力。只是没想到万隆店竟然向叶晨效力。惊讶之余，宋如玉也非常客气地对万破军说道：“万店主好。”叶晨看着万破军开口道：“破军，宋小姐是武道高手，16岁便入了化境，有机会的话，将来多与宋小姐沟通交流，看看能否有所收获。”叶晨平淡的一席话，在万破军听来简直如同炸雷一般。他惊骇不已地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您说宋小姐16岁便入了化境？”叶晨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16岁入化境，22岁便悟到了宋小姐的天资，实在是生平仅见。”万破军此时心里已经翻起惊涛骇浪，同时更是惭愧无比。当初杀上叶灵山时，是他人生最得意也最狂妄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他也不过就是8星武者而已，连明镜大圆满都没摸到。而他的师尊邱志远当年在明镜大圆满的境界困顿了30年，30年都无法突破至暗境。可眼前这个看似娇弱的女孩子，竟然能在16岁的时候便入了化境。明境、暗境、化境、宗师境，便是突破到暗境就已经难如登天，突破到化境那得是什么样的天才？况且化境高手自己之前活了30年都不曾亲眼见过。震惊无比的万破军心里忽然有些颓然，他觉得与宋如玉比起来，自己真是上不了台面。人家16岁入化境，自己若是没有叶晨的帮助，60岁能不能突破到暗境都还是个未知数。这其中的差距简直天上地下。叶晨见他表情沮丧，便淡然道：“破军，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差距，不必过于自卑。修炼如此，人生更是如此。很多人活到60岁的时候，还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而有些人生下来就已经继承了万亿家产，有些人60岁时身价过亿。
放眼全球，不可谓不成功。但跟那些20多岁就身价千亿的互联网大佬比起来，同样也有云泥之别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有些人平均1小时赚到的钱，就是很多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。人就是这样，无论你走得多远，走得多快，都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现，其实还有人比你走得更远、更快。这种时候不用自怨自艾，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。赚钱如此，修炼也是一样，心态要摆正。万破军微微颔首，恭敬地说道：属下明白了。叶晨淡然一笑，对万破军道：行了，抓紧时间把人陆续送过去吧。2天之后，还要给吴飞燕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很快，满载着死士家属和饮用水的车辆便陆续从杜克矿业离开。万破军没有随车离开，而是让尹逍阳召集了一批骁骑卫，他自己转着圈给每个人都拍了一个360度的视频。第一批物流车队在抵达食品厂之后，便立刻空车再赶回来接了第2趟。等到天亮时，便已经将死士家属全部运到了食品厂。为了避免被卫星捕捉到，所有转移行动在天亮之前全部停止。李亚林让所有物流车辆放在天亮之前离开了食品厂，随后便要求食品厂内的所有人不得离开厂区。这些死士以及他们的家属，早就被破青会培养出了极高的纪律性和服从性。虽然每个人的心情都因为逃出升天而无比激动，但依旧一折不扣地执行着李亚林的要求。白天的食品厂内一片安静，数千人在这里虽然有些拥挤，但秩序维持得非常好，就算从门口经过，也察觉不到这里挤了好几千人。李亚林为了尽可能不让外界有任何察觉，还专门在厂房内搭建了一个隔音效果很好的房中房，2岁以下婴儿便由母亲陪伴生活在这里，以确保婴儿偶尔的啼哭声不会传到食品厂的外面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李亚林提供给所有死士与其家属的食物，基本上都是速食品。本身食品厂就有大量的沙丁鱼罐头库存，李亚林又给他们提前准备了面包、饼干、红肉类罐头以及无需加热烹制的新鲜蔬菜。如此一来，几千人吃饭也就不用大动干戈。每个人定量发放食物和饮用水，同时还有一个用来装垃圾的密封袋。所有人在用餐结束之后，都自觉将产生的垃圾全部装在密封袋里，再由各组的负责人统一收回并汇总。白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会在夜幕降临后全部装进物流车里。在前往杜克矿业的路上，刚好有一个垃圾填埋场，万隆店的将士便在途中把这些垃圾悄悄送入填埋场，与填埋场大量的垃圾一起焚烧和掩埋处理，这样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。精炼厂提前1天，在第2天的夜里就已经将最后1天需要交付的磷酸盐生产出来。随后2营所有负责生产的骁骑卫全部撤离，所有骁骑卫的家人以及绝大多数骁骑卫在天亮前撤离完毕。时间也进入到了计划中的最后1天。此时留在杜克矿业的，除了叶晨、万破军以及宋如玉之外，是3营里的运输团队。3营的骁骑卫正在将最后1批磷酸盐装进空车皮，等待着下午列车过来运走。为了不让外界察觉异常，一营还留了几10名负责开采的骁骑卫，继续在采区装模作样的工作。毕竟偌大的矿区，如果白天停止开采，属实有些不太正常。中午时分，尹逍阳接了一个电话，随后立刻来向叶晨汇报道：叶先生，摩尔贸易的人刚刚跟我联系，他们晚上12点来接第1批大换血的成员，让我做好准备。叶晨点点头，问他摩洛哥国铁的车几点来确定了吗？尹逍阳回答道：国铁那边4点钟前后抵达，货都已经装好了。说罢，尹逍阳问叶晨：对了，叶先生，咱们什么时候撤？叶晨道：天黑之后，你就立刻安排大家把工程车全部集中到办公楼这里来，地下油罐里储存油料，一半抽出来灌进井下，另外一半抽到所有建筑物内。做完这些需要多长时间？尹逍阳想了想，道：
最多2个小时。好，叶晨点头道，你们完成之后就立刻撤离，我留在这里等摩尔贸易的人到了之后再点火。尹逍阳问，叶先生，您留在这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不如10点钟我们直接一把火把这里点了之后一起撤离，您觉得呢？叶晨道，虽然结果都是一样的，但我更希望他们刚到这里时，先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当他们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又看到整个杜克矿业在一瞬间陷入火海，震惊和惊恐的他们，一定会第一时间近距离拍下第一手视频。我想让吴飞燕好好看个清楚。